被日本人侵略，又遭遇连年灾害，中国人吃什么活下去？哎，这个还真的是以前的人的智慧啊，像我们这样子走过都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少了关键食材，老百姓如何随机应变？这个是不是人吃的？啊，给谁吃呢？是为生活的。战场上硝烟弥漫，士兵们怎么快速冲击？太苦了，太苦了！我一手一辈子我没受过那样罪。中国地大物博，饮食文化博大精深。尽管各地存在差异，人们都讲究色香味俱全，把吃香的、喝辣的作为生活富足的标准之一。不过，100多年前的中国人嘴里尽是一个苦字。列强割据，革命推翻满清，随之1930年代爆发抗日战争，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转折点。这一集的战地食谱，我来到中国安徽省淮北市。当年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，人们都是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。那这一趟我来就是要了解他们当年是如何为生的。安徽省位于中国中部，地跨长江和淮河，由于交通位置优越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在抗日时期，中国有22个省份沦陷，其中安徽省超过80%的土地遭到侵占。1931年9月18日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。为期14年的抗日战争正式引爆。为求生存和独立而抗战。中国东部的鱼米之乡是日本军觊觎的地方，因为军粮不再由军方供应，他们拿下村落会将百姓的家禽和农作物洗劫一空。主持人林明伦来到了安徽省的前铺村，这里曾经是日军侵占的地区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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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想问你啊，啥？就是战争的时候啊，人们是靠什么吃什么为生的？那时候还没啥吃哎，没啥吃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吃野菜哦。野菜。今年62岁的马里兰，听惯长辈讲以前的故事，对战地食谱相当了解。他向明伦抛出了一个难题，让他在这里找出可食用的野菜。在这儿啊，我去找啊。让我猜猜看。啊，这个一定是不能吃的，它旁边都是长刺的，粗粗的。明伦按照他的思维逻辑，在这里找到了3种他认为无毒的大自然食材。这个啊，有了，阿姨啊，这3种啊，这个好像是可以吃的样子。能吃啊？能吃。哦，这个你们叫什么呢？这埋菜。埋菜。马里兰口中的马银菜也称为马齿苋，因为它的形状犹如马的牙齿，吃起来像苋菜一样滑滑的。那这个呢？那是草呀。这草我知道也能吃，但是不是给人吃的，给牛吃的。你知道是吧？啊，最后这个啊，肯定可以吃。这个我看就像是我在菜市场看过的一种菜，像是番薯叶。这不是野菜，这是什么？豆角。我点了，你给我拔掉了，我还没找你麻烦呢。哎哦，这个是你种的。哦，这个是我点的。马里兰看不下去，揭晓了另外2种可食用的大自然食材，一个是长在地上的野豇豆。你看它有多硬，哇！这是吃豆子，不是吃秧子。不吃叶子。不吃叶子，吃豆子。另一种是楚树叶，楚树是桑科的植物。那要摘哪一种啊？这是绿的，这小的。浅绿色的那些小小的。
就像茶叶一样，选那些嫩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还真的是以前的人的智慧啊。因为像我们这样子城市人啊，走过都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是野草啊，还是野树，对不对？原来它是可以吃的，甚至还可以叶子可以拿来泡茶喝。走吧。啊，走。好。马里兰没经历过战争时代，他所知道的战地食谱主要是通过他的家婆丁凤兰。1937年，日本兵来到这个地方，也是他家婆出生的那一年。哎，奶奶，阿姨在里面煮是吧？我去找她啊。哇，你已经开始在忙了。马里兰先准备的是楚树茶，它的做法快速又简单，只要把洗好的楚树叶放进烧开的水，煮2分钟就可以关火。哎，很神奇耶，马上就变颜色了。就好了。不到1分钟，它这样一煮啊，它那个叶子的颜色全部出来了。据说楚树茶有润喉、缓解咳嗽的功用，在战争时期，看医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很多老百姓都依靠像楚树叶这样的野菜自行治疗。好，试试看。妹妹好烫啊！哎呦，你别急。不错。哎。好美啊。我知道你刚刚说很润喉，对不对？哎，确实是，我感觉它好像那个有一点滑滑的那个感觉。再来点。不要了，我出汗了，你看。出汗就凉快了。啊，就是喝了这个会出汗。啊，你看。我没喝，我也出汗去了。风趣的马里兰立即准备另外2道战地野菜料理。打仗的时候做法都很阳春。豇豆。就是刚才我们那个，对，那个梗很硬的那个，是的，就是这个豆是吧？哎，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是我们的那个绿豆。把洗干净的野豇豆放入水中，熬成汤即可食用，当地人称之为野豇豆粥。至于马齿苋，做法也非常简单，把它烫熟后加入蒜末、食用油、少许盐巴，就能以凉拌的方式呈现。好吃不好吃啊？好吃。香不香？香。它的口感跟味道呢，其实就跟红豆跟绿豆汤一模一样。你可以想象啊，就是在战争的时候，如果可以吃上一碗这个野豇豆的粥啊，应该是会很幸福、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高兴。秋天才有这嘞，吃点这个冬天就没有了。所以它不是经常都有的吃，所以是很珍贵啊。那这个马椰菜我试一试。哇，太大口了是吧？你吃。好吃，很爽口，很有咬劲。它的味道呢，就是好像地黄苗子啊，带点土的味道。抗日时期，不单是日军占据安徽，还有来自广西的军阀榨干人民财物，2大原因逼得人们去挖野菜。现在你都不太爱吃这些是吗？奶奶不太爱吃野菜了。她不吃。为什么呢？我吃够了。吃够了，吃腻了。对，吃腻了。那你呢？你反而喜欢吃？我正着吃，我好吃啊，我喜欢吃。我们现代人可能没有挨过苦，对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这个野菜反而变成了是一种新的噱头。丁奶奶在日本兵的管理下度过童年。都是过年，走哪了他临走了，他哄他得叫人家陪着过来，他得坐下来搁点事那啥他坐下人。小时候，他看着大人把鸡呀、猪啊、青菜呀都交给日本人。其他都是打人，下都是打人。你要骑辆车，你骑慢了，他也打你。有一首有关抗日时期的歌谣，丁凤兰至今都记忆犹新。日本假中国人，杀人放火，饶了又打人，
请看这一年日本造了饭，三饭五次五次三饭，说也说不完。老奶奶他们那一代的人啊，就像这些野菜一样，他们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，也就因为有这些野菜，才能够让他们那一代的人生存下来，才会有我们这些后代。除了在大自然取材，中国人为了补充体力，还研发了一种独特的食物，就是喂牲畜的那个饲料的那个味道，所以呢，就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难咽下去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兵剥夺了当地人的粮食，为了填饱肚子，中国人民发挥机智，在大自然中找到了生机，把野菜、树叶转变成了战地美味。在安徽省，主持人林明伦继续展开战地食谱的搜寻之旅。我现在来到了卢沟村，据说呢，在战争的时候啊，这里的村民靠着一种树来活命。这个树现在只剩下仅仅的2棵，所以它非常的珍贵。今天带明伦认识这个救命食材的是78岁的钱和祥。就是这棵树啊，哦，就这棵树啊？啊，这树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榆树，这个榆树皮可以吃。哈，这树皮可以吃？哦，在大自然中，很多树皮具有毒性，但榆树皮经过了人民几千年的实践检验，是安全无毒的。好，现在要看。哎，大爷，你干嘛？下来，危险啊！啊，你干嘛要爬树啊？哎，这个灯呢，润的啊，上面的比较嫩，啊，你的不能吗？别老的，哦，还没下来的好。那好，那你小心点啊。榆树耐寒耐热，环境适应性强。鸟类、松鼠和老鼠爱吃树的嫩芽，吃树皮的是野鹿、兔子和人类。哎，就这样啃啊？我不要，甜甜的耶，甜甜的。甜说明它糖分高。那真的是可以咀嚼，熟了吃也可以。它有一点黏黏的黏液，对吧？而且尾巴那边有一点苦苦的，真的吃了不死人啊！哎呀，老子这个树，这是保人人呐，对人身体好的。你知道以前啊，经常都听到人家说打仗的时候吃树皮，但我从来就没有看过人家吃树皮。今天真的第一次让我体验了。榆树皮的韧皮层富含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因此它可说是战乱饥荒中相当宝贵的食物。好，大爷，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这个要3岁搞榆树皮汤。哦，榆树皮汤。啊，对。怎么着？哇，这要炸多久啊？照那个粘性炸出来。它里面的液体。啊，对。树枝。我来试试。哇，好像要用很多力气啊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对窝子。对窝子。对窝子是一种古代捣米的工具。明伦现在用来捣碎树皮的对窝子已经超过100年，是这个农村的老古董之一。这个很像我们家里用的那种，不过我们用的是小个的，拿来种一些香料啊。这个大，这只要费很多力气。这个它就是最后割掉，它就得吃了。啊，直接就树皮割下来就吃了，就不可能再做成什么美味，对不对？对。基本上榆树皮料理不对不吃，它只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出现。大家一般会用榆树皮搭配野菜，如灰菜。灰菜随处都有，可以补钙和预防贫血。哎，样子看上去应该是差不多了。你看，它已经变成很像羹一样了啊！再煮下去的话，就要变成浆糊了。这个渣老鼠啊，那些渣都是不要的了，渣是不可以吃。由于榆树皮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，
闹饥荒的时候被人们拿来做成面条，现在是游客会买的土特产。这个真的是煮得很浓啊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啊，又不苦又不酸的。没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就是煮得很稠，感觉像是在喝浆糊。你们现在还吃吗？现在不吃了，不想吃。现在好像没什么吃不起了。鱼皮面其实不好消化，饿得发慌，不能一下吃太多，会把肚子给吃坏。它这面条啊，跟一般普通的面条口感是一样的啊，但是它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你就加了一点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再加点盐嘛。生活水平提高，一些榆树皮料理标榜养生，到今天还有的吃。但对钱和祥的父母而言，以前吃这些都是为了活命。他们俩都是抗日战争的经历者。你不给这个粮食，就得烧那肉说上。钱和祥的父亲钱广发还曾经为日军打过工，为他们送水送粮食。老头子想给日本担水为人马，给日本干活。他10岁了，那个日本还怕他担的水，还怕约他的马，他小伙子，你喝点。在战争的年代，他们真的是过得很辛苦。我想是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，就是战争有多可怕。他们是饿到极度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必须想办法去找东西来吃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树很值得保留，而且也很值得教育下一代的人，要把它传承下去啊，要不然以后没有这个树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就没有树皮可以吃了。日军占领时期，他们也实行了米谷管理法，把稻子、小麦、大豆划分为甲类粮，甲类粮只给日本人，中国人不能拥有也不能吃，被抓到就会被严惩。因此，中国在这漫长的战争时期出现了米粮短缺的现象。邹启云的父亲是抗日老兵，从山东行军到广州。当军医悲惨的事情看多了，回家后一辈子沉默寡言。哎，爷爷，哎，我来了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准备了一桌的东西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呢？这做康窝窝。康窝窝是怎么来的？日本来到中国以后，把我们的粮食抢光了，老百姓没得吃，想办法搞些杂粮，用糠用菜，做这些窝窝头，就过日子做生活。甲类粮的缺乏促使当地人突发奇想，当地人把大麦的麦麸作为一部分原料，加入杂粮面粉，研发出了这个叫康窝窝的食物。这外皮一般没有人吃的吧？这个是不是人吃的？是为生活的。邹启云的父亲在部队吃像样的食物，他一家老小就不一样，不得不吃起牲畜的饲料。这麦麸还要混合粗糙的红薯或玉米等杂粮面粉，才足以替代属于甲类粮的白面粉。把切成细丝的蔬菜和杂粮面粉一起混合，增加食物的体积，不愧是战争年代一个善用粮食的方法。我看，它这个是手头子，先插一圈。这个跟我平时在家里做粘土同样的道理啊，就这样的，对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做的及格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那爷爷，你给我打几分？给你打9分。9分？不行，那我要拿到10分。想必很多人会好奇，为什么康窝窝的底下要捏出一个洞？
原因是这些杂粮面粉的结构比较紧致，蒸制的时候需要较长的时间，所以中空的形状可以留住热气，也能使内部的受热更加均匀和充分。好，那我尝一个啊。可以可以。哇，摸上去很硬哎。这个，哇，你看这么硬，哇，吃的蛮好吃的。蛮好吃吗？真的吗？我试试看。试试看。这个味道，有点奇怪。在那个年代，战争的年代，那想吃个这都不容易。对对对，其实就是小麦的外皮哦，那你吃下去呢是粗粗的口感，好像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有喂鸡的习惯，所以那个味道就突然间回来了，就是喂牲畜的那个饲料的那个味道，所以呢，就我觉得有点比较难咽下去。可惜糠窝窝在抗战结束后还得继续吃下去。1960到70年代，中国闹饥荒，有些村子会把根本不够吃的救急用的谷粮拿去换很多的糠，1份谷粮换5份的糠，做成糠窝窝来果腹，吃了喉咙痛、腹胀，还会便秘，总好过饿死。所幸现在的人完全不需要吃糠窝窝这样的战地食物，然而有些战地料理却被一些人捧在手心。它那个肉是很细腻的，然后烧出来嘛，就是特别的香。1931年9月18日，918事变爆发，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。一直到了1943年，随着日军在太平洋节节败退，日本的支那派遣军的日子也更加难熬。跟百姓一样，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为食，甚至水田里的动物都被捕食一空。今天我要学的战地食谱，一般是在7月、8月，就是雨季的时候，它才会出现。它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。不过在战争的时候啊，1年下来，如果可以吃到它，那简直就是太奢侈的美味了。早上好，你约我到这菜市场来啊，是要做什么料理啊？做个蛙类料理。蛙类料理？对。为什么不到田里面去抓呢？现在就是禁止不让抓了。如今，青蛙、田鸡都属于中国保护动物，自然生长在田里的已经被禁止捕捉，于是人们就进行了人工养殖。那这儿就是那个牛蛙。哦，牛蛙啊！对，就这些。哇，好大只啊！那我们要买几只呢？大概4只吧。4只够一。来抓一个。这个要大一点。哎呀，这个够不够大？它还不愿意出来，你看。哇，你看，哎呀，好。它的皮肤呢滑滑的，不过它不会有黏液，所以其实你抓还蛮容易抓的。亲一下，它会变成公主的哦。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王子，青蛙王子啊，青蛙王子。不过我要把它变成公主。体型巨大的牛蛙，叫声相对也大，酷似牛叫而得名。牛蛙和农田里的田鸡都属于蛙类，但不同的是，田鸡的背部有深色斑纹，它的肉质细嫩，胜过鸡肉。这个牛蛙是整只都可以吃吗？不可以的，这是这个头部吃，内脏不能吃的。哦，对。那皮能吃吗？我们这儿也不吃。也不吃啊。不吃的。马爱红的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，那时一见日本人进村，她会赶紧跟乡民一起逃走，直到日本人离开才回来。不断往返于乡野，练就妈妈找食物的眼力和身手，能给孩子烹调一道绝顶美味。
老早那时候嘛，我妈妈田里嘛看到了嘛，会抓回来烧吃。那时候都是没得吃嘛，就是碰到什么吃什么。是你妈妈做这个蛙类料理给你吃？哎，对，抓了以后嘛，就是锅里烧出来，就是炒着那个肉质很好吃的，真的是很香的吃。当时，马爱红的母亲是在颠沛中学会下厨。她从12岁到后来结婚生了大儿子，都在逃难。我奶奶抱着我大哥，然后我妈妈就会带些家里备用的东西嘛，都是连夜跑。碰着好心的嘛，她会给你点东西吃的。牛蛙的血水和腥味，现代人可能不太习惯，所以在翻炒之前先进行穿烫。妈妈在战乱时期通常会省略这个步骤，只加入猪油和盐巴。翻炒后焖一下，就是一道非常丰盛的美食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子吃，啊，这个味道闻上去确实是有点腥啊。但是口感还是不错的，好吃吗？还好，味道还挺好的。这样，对马爱红来说，蛙类料理非常珍贵。每当吃起这道菜，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她已故的母亲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第一次吃到母亲做的这个青蛙料理的时候，你的心情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？大个小的时候嘛，就是贪吃呀，看着做好吃的，就是很高兴的。你们家几个孩子啊？在我们姊妹8个呢，我排第7。第7哦，那你应该是妈妈最疼你的了，对吧？比如我生2个小孩的时候，也是我妈照顾我嘛，然后就是我感觉疼我，就我妈一个人在疼我。从他口中我们知道，他母亲是非常能干，然后在那个时候呢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底下，他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最美味的食物，为了让孩子能够温饱，然后同时呢，他还会想尽办法要去救那些快要饿死的人，把他们救活。所以她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。反正就是模仿我妈妈，就是烧的这些东西嘛，我都会想，都会想的。那时候就是虽然说没东西，但是她每一样她做出来的特别的好吃。这就是妈妈煮出来的味道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对。那个战乱时代，人们为了生存发挥机智，也展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。经历了长达14年的战斗，日本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但好景不长，中国在1946年6月又迎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，其中内战之一的淮海战役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命运。今年73岁的马强，虽然淮海战役发生时还没出生，但他在部队里了解过这场战争，对这段历史也有特别的感受。这个平北呢，平北这个地方是属于战争的焦点这个地方，解放军呢就在那边，也是大概有4-5公里的地方。当时，国民党占领双堆集的高地平谷堆和尖谷堆，处于有利位置。于是，解放军誓言把战壕变成战士的家，把工作做到战壕里去，挖战壕围攻国民党军。战壕生活非比寻常，连水井都得在里头开挖。那这场内战啊，对于平民老百姓来说有什么影响？鬼共他是以上鬼共合作好几次，都是中国人，他们的总的目标还是以和平为主，所以说他们对老百姓不造成什么伤害。后来，
国民党士兵逐渐被共产党解放军四面夹击，被围困了半个月左右，国民党都断粮了，而共产党也逮住了那次机会。因为我们用那个战壕里面用这个包子啊，给他们用这个喇叭给他放嘛，这个朝那边那烟那些能听到。用大喇叭说了什么呢？说只要你们投降，我们给肉包子，炖肉。哦，就这样子就打赢了这场仗。对，好多人就提议投降了嘛。因为真的是饿了太多天。这些肉包子和炖肉是靠着村民的劳力一起完成的。这些食物不仅成了共产党赢得胜利的关键武器，也代表了人民团结的力量。1949年，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取得胜利，建立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肉包子和炖肉也成了当今常见的食物。老爷，吃个包子好吗？好，来。有来，你也吃一个。薛文德在淮海战役发生时年仅16岁。它是菜比较多，但是它里面至少有一些肉丝在里头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薛文德是在地人，给解放军带路，后来入党从军，在淮海战役中做后勤。他家离解放军部队的厨房非常近，因此常常受到关照。大火房，咱这讲大火房，是个大油锅，一炒油锅，配点白菜、辣萝卜啥都搁里头烩，那吃，一让我是吃了我香。有肉吃，但日子何曾好过？薛文德得负责清理战后的现场，还要整理死亡战士的名单。我说这是要面了，你看看，哎呀，小鬼，给人不好吃都给这吃一个了，人家这花样就苦了，就牺牲了，都打这个庄牺牲的，就是东南关这个庄，黄伟，看着真难过。老爷他已经90多岁了，说话并不是很清楚，可是时不时你就会一直听到他唉声叹气，说，看了真是让人家掉眼泪。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他看到的是，你可以想象，他就是一个沟渠，然后为了要让大卡车可以过去，他们就把很多的尸体呢，就堆成一座桥，让大卡车可以过去。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就是一个小朋友，就坐在老人家旁边听故事一样。可是没有经历过的人，永远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。想想那个时候不能忘本。对。那时候什么生活，这个什么生活。在打仗的时候，谁会想到会有肉吃？不过我想，这个就是人民的心愿，他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，用最和平的方式呢，去结束这场战争。所以他们愿意把家里的牲畜捐出去给军方，然后做成肉包子，还有炖肉。后来呢，它就成为了最有效的战争武器，也让他们打赢这场仗。接下来，有一种战地料理让明伦觉得匪夷所思，但士兵们在战场上却视它为宝。哇，真的是很干，一入口它马上就把你的嘴巴封住了。听说以前中国打仗的时候呢，士兵们吃的一种战地食谱是炒面。这个是不是我们熟悉的炒面啊？那这炒面在战场上怎么吃啊？明伦前往拜访的是出生于军人世家的胡群英。今年51岁的他没体会过战争的艰苦，但他从父亲身上了解到这个战地食谱。
哎，姐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在做什么呀？我在把这个大麦的麦皮呀、杂质呀给它去除掉。磨成面粉。这面粉就是要用来做炒面的。哎，对对。炒面的制作过程相当繁琐，首先会把原材料放到对窝子里砸碎，然后再用簸箕把杂质筛出来。哎，我其实很好奇啊，就是不是说在战争的时候，日本人都把那个麦都抢走了吗？这是小麦被日本人抢走了，但是我们这个是大麦。哦，我还真是分不清什么是小麦，什么是大麦。人们经常会把小麦和大麦混淆，但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口感。一般上，小麦主要用于制作面包、面条，而大麦则用来制作啤酒和喂养牲畜的饲料。但由于日军把小麦夺走了，老百姓只能用比较粗糙的大麦来制作炒面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大麦放进锅里炒熟，冷锅啊，冷锅下进去，哎，要用小火来慢慢的加热。如果是大火的话呢，就会把这个大麦炒糊了，就不能吃了。OK， 好，明白。哎，那我帮你生火。会上火？我会。哦。虽然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在这样的厨房里面工作啊，但是我还是懂一点点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就用这个玉蜀黍的叶子。在翻炒大麦的过程，除了要不停地搅拌，火候的掌控更是关键。这个火够小吗？不行，小火。太大了。对。好，那我帮你分开一点啊。哎，小火。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挑战啊，控制火候，我习惯性是这样转大火，这样转小火。对，那个好控制。那个好控制，这个很难。以前大麦炒熟要用石磨来磨成粉，大姐的邻居正好摆了石磨在外面，不用就可惜了。我做姐磨完了就可以了。磨到完，整袋。来呀！这是一种用来加工谷物粮食的传统工具，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哎，好了，你看，已经磨成粉了，可以了。还不行，你看吧，还那么粗，要扫起来要重新打一遍，最起码要打4次才能磨成面粉。4次？对。是的，明伦，战争时代的食物都来之不易，大麦经过多次研磨，达到容易食用的细腻程度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啊？这个就是你说的炒面？是啊。我还以为是我们熟悉的炒面条。不是。原来士兵们所吃的炒面不是面条，也没有其他的配料，就是一大盆炒熟的面粉。你饿的时候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时候拿去涮涮。哦，这样，一口面粉，一口水。对。哎，我们在战场上，没有水的时候，就用水，知不知道？血。就吃下血，就吃水。胡群英的父亲胡庆荣91岁，是19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士兵，曾到朝鲜半岛帮助朝鲜攻打美国支持的韩国。这样子。少吃，不要多吃。哦。哇，真的是很干，一入口它马上就把你的嘴巴封住了，你想讲话都讲不了。还带苦。炒面在抗日时期早已出现。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更为知名。当时，中国志愿军携带的主要口粮是马铃薯、玉米、大米，往往需要煮熟才能吃，又容易变坏。炒面却已经是熟的，不仅方便携带，保质期又长，满足了部队的作战需求。刮到手，你要别的方，不要把炒面刮到眼里去，要那个时候你要注意的。
那在打仗的时候，天天吃这个会腻吗？是的，那别的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背的就是一杆子一个袋子，是这么粗的一个袋子，都装着满满的，就能吃很长时间，暂时这就。那么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，他不喜欢看到浪费粮食的人。我难过，浪费就等于犯罪，浪费。现在虽然生活好了，也有钱了，但是别忘过去。可想而知，那段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日子，在他的脑海里面呢，还是很清晰、很深刻的。等一下还要来一碗。好吧。抗美援朝1个小组，前天晚上可以睡觉，就回来摆着枪，困极了，一歪睡着了，搂着之后，敌人来了马上出来，各找各的位置。我一生一辈子我没受过那样罪，要讲起来都会伤心，都会流泪。太苦了那段日子，太苦了，太苦了。他是经历过一个这么惨痛的一段战争背景啊，身体很好。他是在战争的时候呢，因为炸弹炸聋了他的耳朵，即便这样子他还是非常乐观、非常积极、很坚强的生活。人们如今享有的和平，是先辈们用英勇牺牲换来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中国的发展蒸蒸日上，但在一些餐厅里，大家依然能品尝到战争的滋味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这家餐厅有2道由野花野菜烹制的料理，是老板精心构思的特色菜。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洋槐花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生土长的野荠菜。我看看啊，这个槐花，哇，很香哎，它有一点淡淡的，好像茉莉花这样的味道。对，洋槐花具有清热解毒、止血降血的功效，一般在春夏季才开花。老板特地将洋槐花进行冷藏，让食客1年4季都吃得到。为了迎合现代人的口味，这家餐厅用鸡蛋来炒洋槐花，大大的提升了它的香味和诱惑力。至于荠菜，他们就把它切碎后沾面粉，用年轻人最爱的油炸方式，摇身一变成为口感酥脆的荠菜丸子。野花这还是我第一次吃，吃了会不会变花痴？哇，好吃好吃，很特别的一种淡淡的花香味，而且它好像有一种奶的香味。对，而且好吃又有营养。尝一下这个，有一点感觉像是炸芥蓝这样的那种感觉吧。它这个野菜的味道有一点像海里的紫菜，拿去炸了之后，它那个香味。这个新的食品都要经过不停的去试验，对，看哪一样更能去展现它的美味。说到这里，大家还记得战争年代只用猪油和盐巴烹制的蛙类料理吗？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如今已有了升级版。餐厅先把牛蛙裹上粉油炸，然后再搭配蒜头、蒜苔、香菇、菜椒、辣椒和各种调味料，打造成了一道火辣辣的爆炒牛蛙。这个牛蛙呢，它的做法就跟我们新加坡的牛蛙做法是很不一样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砂锅红烧的方式，这个是爆炒啊，试一试，好吃，这个是麻辣口味的，所以它不单是能够把这个牛蛙本身的那个腥味去掉，同时呢也吊胃口，对，而且这个很好配饭，对，特别下饭。你知道以前的老一辈的人呢，经过战争那个时候嘛，然后吃的都是非常简单，
那现在已经是有这种提升版了哦。对于这个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食物，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老一辈艰苦条件去创造出来。这个食物吃到嘴里，不仅仅应该是我们的食物，应该是我们体验老一辈那些生活的一种感情和情怀。你会继续把它发扬光大吗？对，我会坚持把它发扬光大。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，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争。这里的战地食谱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，因为中国地方很大嘛，所以它的资源很丰富，吃野菜、野花，甚至啃树皮。比较好的时候，甚至有青蛙料理，有肉包子，有炖肉。那么这一趟，我真的是看到在战争时候中国人的智慧，他们的求生能力，他们的团结、爱国，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。